时尚就是一个圈，你说它是全球爆款第二，没有人敢说是第一。台湾感性听起来像什么怪物的脚。我是台湾第一个拿到这双鞋子的 YouTuber， 价差6倍，小资搭配造型的必选之款，对身材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现在呢，正值是暑假的时间，夏天根本就没有结束。结果我前几天就已经收到观众的私讯，安娜，请问秋冬的鞋子要怎么准备？我们频道的观众都这么未雨绸缪的吗？确实，秋冬的鞋子又要扛风雨，又要扛寒冷，从责任上来讲，肯定比春夏的鞋子要重多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一到秋冬就会想要买靴子，买了一堆之后呢，结果每次打开那个柜门，想要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因为通常呢，一种鞋子只能搭配某一种造型，又或者那双鞋子看起来很美，可是穿起来呢是人间刑具。还有一种就是穿脱非常的困难，每一次穿脱的时候都要龇牙咧嘴拉半天。我大概在10几年前花了非常多钱买了一双当时很 fashion， 看起来也很高贵的那种过膝靴，很辣妹、很高筒的那一种。这双靴子到现在还躺在我们家里面，我们中间已经搬家搬了3、4次了，每一次搬家我都舍不得丢掉那双靴子，可是每一次拿到新的家之后呢，那双靴子还是没有机会穿。这期间可能加起来我穿那双靴子大概不会超过5次吧。我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后置的时候想要贴上一张我穿那双靴子的照片，我甚至好像记忆里面都搜索不到我穿的那双靴子有没有拍过照片这件事情。最可怕的是，像这样子花了很多钱，但是没有穿几次的鞋子还不占少数。所以呢，在绕了这么多的弯路之后，这一集我带来了4双今年秋冬的鞋子，而且这些鞋子可以一次解决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可以应付非常多的秋冬不同的场合，让你可以从早穿到晚，从休闲穿到正式。那今天呢，我也会搭配着一些初秋的穿着的场景，和大家提前预演一下秋冬的氛围感。这次选的4双鞋呢，品牌你们肯定听过，大家还记得吗？在5月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了5双来自 Vivaia 的从春天穿到夏天，风靡全球名人的爱鞋嘛。其实在上一次和 Vivaia 合作之后呢，我就跟他们讲，如果你们要上秋冬新款的话，就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络我，我要最早选最早穿，因为这样子我才有时间可以感受一下他们秋冬新款的那个脚感，才可以赶在季节来临之前有心得和我的观众们分享。他们也没有食言，早在6月份的时候，他们还在秋冬款的设计定稿阶段，就让我看图来选款。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试穿，用一句话概括一下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4双鞋，就是又好看又实穿，而且可玩性超级高。而且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呢，是其中有一双运动鞋我自己非常的喜欢，我当时第一眼看到它就选中了它。这双鞋子呢，大家可能也是第一次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因为是我们频道首发的一双鞋子。总之呢，就是每一双鞋子都非常值得分享。那我呢也把 Vivaia 长期可用的折扣码放在下方的资讯栏，而且这条影片上线后的前3天折扣高达88折，所以上一次扼腕说我没有跟上88折的女生们，这一次记得跟紧啦。第一双分享的呢是一双袜靴，它的名字呢叫 Urban Boots。从它的外形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切尔西靴的一个轻运动版。整个外形呢保留了切尔西靴非常利落的一个外形，只是说它的鞋面做成了针织的面料，然后鞋底的部分呢是一个运动鞋底的感觉。而且这双靴子它的重量非常的轻，所以在我穿这双靴子走路的时候非常的好走，走一天都很轻松。你穿起来呢就好像一双袜子覆盖在你脚面上的那种感觉。其实大概在10几年前，这样子的袜靴就已经流行过了。果然，时尚就是一个圈。那个时候呢，时装设计师 Demna 他刚刚上任巴黎世家，一上任之后呢，他就推出了 Speed Trainer， 还有 Knife Sock Boots。我真的不夸张，那个时候从时尚人士到我们行业的从业者，你出门去上班，那双靴子你至少一天要看到5次以上。当时这双靴子，你说它是全球爆款第2，没有人敢说是第一。后来呢，像 Batmans， 然后纪梵希、Fendi 都陆陆续续推出过类似的鞋款。其实早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因为登上月球，所以流行过一阵子的太空时尚风，探索宇宙的奥秘的那个年代，其实很多品牌都有流行过那种太空时尚的感觉。有非常多当时那个年代著名的设计师们，就把一些太空元素放到了自己的设计作品里面。在那个年代，就有很多设计师推出过一种靴子的形状，它就会像袜子一样贴合腿型。但是呢，当时因为太空风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的一些表面的材料都是用的比较硬挺的感觉。
觉，和我们现在感受上的这种袜靴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从设计理念上来讲，还算是一脉相承。这些年，尤其是疫情之后，我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大家穿衣服的那个需求好像已经有变化了。相比传统意义上的好看，大家会更加趋向于说既好看又有舒适性，还有功能性。那这个转变呢，也在影响流行的趋势。有一个网站叫 List， 这个网站呢，我们称之为时尚圈的 Google， 在每一个季度都会公开一些榜单，告诉大家这一个季度里面热门的单品有哪一些。然后呢，我前几天为了做这个选题呢，就去看了一眼它公开的 Q2 的时尚单品。大家看一下这个榜单，请问前3名，这个夹脚拖，还有这个吊嘎跟这个短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台湾感性，台湾感性。纵观一下这个榜单，上榜的都是舒适，甚至有点过于舒适的单品们。那鞋子也是一样的，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鞋子都把它设计的，相较于传统的款式来讲，会更加的运动化，去增加我们日常穿着的可能。像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双 Urban Boots， 相较于传统的切尔西靴来讲，它会有更多的穿搭的场景。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是它后跟这边是做成硬的，所以我在穿的时候呢，直接踩进去就好了。一般我们在买那种 flats 的时候，就会考量到说这双鞋子穿脱很方便，我可以一脚蹬。但是我们在买靴子的时候，就不太会有这样子的期待。我记得我怀孕的时候买过一双 Prada 的平底靴，那双靴子穿起来真的非常的好看，我也是一眼就看中了它。可是我在每一次穿脱的时候都要拉半天。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那个时候怀孕嘛，肚子已经大了，身体中间卡着一个肚子，我已经没有办法弯腰去拉那个鞋子了。在脱那双靴子的时候，还是我坐着，然后陈老师就站在那里，把那双靴子这样拔下来，反正就是看起来有点搞笑。这一双 Urban Boots 你穿脱基本上就不用手了，也不用弯腰。说着说着怎么感觉好像最该买它的人是孕妇啊？既然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说这双靴子它真的非常的舒服。我的脚真的算是那种蛮难买鞋子的脚，应该算是我身体最难看的部位。不要期待这一段没有图，不拍吗？不拍。我给大家无实物解说一下好了，我的脚呢是属于那种肉非常多，然后呢脚背又很高，还没有脚踝，而且我的脚还很宽，然后我的小拇指呢还有一点点外翻，听起来像什么怪物的脚。但是这双靴子，老天爷他真的把我的脚包裹得非常的好，所以我猜应该没有什么人的脚是不适合这双靴子的。而且其实我一开始拿到这双靴子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担心的，我觉得它这个后跟做这么硬，会不会我穿起来会磨到我的脚，会不舒服？但是呢，我就穿这双靴子在外面走跳跑跳一整天，带着小孩冲来冲去，这双靴子它完全没有磨到我的脚，还是保持一个非常舒适又轻便的状态。因为大家看啊，它脚后跟这一块，它里面有一块那种软软的，会有一种回弹感，我不知道这个材料到底叫什么。刚好你的脚脖子贴在里面的时候，它是那种很软，包裹性非常的好。所以虽然这个脚后跟这边做的是硬的，也完全不会影响到它的舒适度。它长得很像高筒篮球鞋里面的那种感觉，怎么回事啊？越说越感觉太适合孕妇穿着了。我一直说孕妇穿着，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就在我人生目前经历的阶段里面，孕妇的时期真的是最难买鞋子的时候。如果是孕妇时期穿起来都舒服的鞋子，平时穿真的都完全没有问题。穿搭上，因为它看起来是一个短靴的形状，所以呢，其实从现在比较热的天气就可以当成运动鞋来穿着，就不会买一双靴子只能秋冬穿。一个好穿的单品呢，可以长时间跨季节的穿着，这样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多了这个穿着的机会，就降低了单次穿搭它的成本。这套 look 上半身搭配的呢是一件蓝白条纹的衬衫，然后这个领子这边是白色的，所以我在下半身用白色的短裤去做一个呼应，然后脚上呢就是搭配的这一双白色的 Urban Boots， 会比经典的学院风看起来会更加干练一点点。而且因为这一双 Urban Boots 它本身靴筒这边有一定的高度，所以我在穿着上呢就不需要再特别再去搭袜子了。衣服还有鞋子的颜色就全部都是控制在蓝色、白色、米色这一类比较清新又耐看的颜色上，再搭配一个鸡皮质地的焦糖色的包包，就会增加一些秋冬的温暖的感觉。这身衣服呢，我觉得完全可以从夏末穿到初秋。你真的觉得已经很冷的时候呢，外面再加上一条浅棕色的或者奶茶色的外套，其实我觉得下半身换成那种白色的百褶裙也是蛮好看的，就会有一种old money加上经典学院风的感觉。但是因为我本人没有什么百褶裙，所以大家可以翻开自己的衣柜，然后看一看有没
有适合的时尚单品可以去搭配它。这双靴子如果它仅仅是一双这样子的靴子，那我觉得它就有点太普通了，我今天不会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之所以拿出来分享，就是因为它除了是一双这样子的靴子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过人之处，就是你在买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组合的套餐，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每一双 Urban Boots 你都可以去搭配一双这样子的靴套。这个靴套呢，它是羊毛质地的，所以捏起来非常的柔软。我呢是搭的是同色的，两个看起来都是米色的。其实这个靴套在买的时候，它有很多种颜色，还有奶茶色，然后还有黑色这一些，大家可以去官网上看一下。这样子穿起来呢，马上获得了一双新的靴子啊，毛茸茸的秋冬氛围整个拉满。看到这一双羊毛靴筒，真的是死去的回忆又开始来攻击我。我刚刚浅浅的翻了一下我手机的相册，大概在2011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买过一双 UGG 的毛线靴。那个时候这双毛线靴，我真的是爱不释手，穿了一整年。这一双这样子的搭配，我觉得完全就是我那个时候14年前买的那一双经典毛线靴的完全升级版。因为呢，这双靴子你完全可以拆成2双鞋子来穿，而且从鞋型上来讲也会更加的精致一点。因为我在14年前买的那一双 UGG 的毛线靴呢，它的鞋头会更加的圆一点的，看起来有一点点娇憨，然后笨笨的小可爱那种感觉。而且这个同时下单的羊毛靴筒，你几乎可以搭配你家里所有的鞋子，如果你想要的话，不管是像玛丽珍鞋，还是运动鞋，还有芭蕾舞鞋，甚至拖鞋，搭配上这样子的羊毛靴筒，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格。所以我一开始在这一集的节目开篇说可玩性超高，现在大家应该理解它的可玩性在哪里了吧？虽然呢10几年过去了，但是我觉得这一类就是有一些羊毛感觉的靴子，在穿搭的思路上是完全一样的。像这一类长靴呢，我就更加喜欢来搭配一些短的夏装，把腿露出来，可以让我的身材比例看起来更好。这一身穿搭呢，上身和下身的颜色都是白色或者奶白色，让整体是干净的感觉。2025年的秋冬依然是流行同色穿搭的，我相信2035年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同色穿搭是永远的流行风向，尤其是像白色、米色这一类颜色，绝对是劲奢风的首选。虽然上身还有下身的材质上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T 恤呢是顺滑贴身的 jersey 的面料，然后短裤的话就有带一点点的结构感，再加上羊毛靴筒的柔软蓬松的感觉。可是它们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却觉得它们好像蛮和谐的。如果你会担心颜色还有材质的衔接上会有点没有那么有把握，你可以像我一样在腰上系一根皮带来做过渡，这样子呢可以把全身的这个视觉焦点拉回到你的腰线的地方，去避免全部都是白色，全部都是同一个颜色带来的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很多观众看到这里会不会有一种觉得说，安娜你喜欢白色也就算了，居然连靴子都买白色，你会不会有点太勇啊？毕竟白色的鞋子不要说什么踩脏水了，随随便便去哪里蹭一下它就脏了。你们想到的我都想到了。这双鞋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在我们常常下雨天，万一踩到脏水要怎么办？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非常极限的实验，我把它拍下来了，来上实验画面。这是一杯我早上没有喝完的咖啡，现在呢我起太早，脑子不清楚，手抖，最后把我的咖啡倒在了我的鞋子上面。各位观众，滴水不沾，当时沾过咖啡的这双鞋子就在我手里面，完全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印记。我们前一阵子不是下了1个月的雨嘛，我有一双皮质的鞋子就阵亡了。我以前住在台北的时候，常常遇到雨天，那个雨天真的让我就很生气，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穿 list 榜单上第1名的那个夹脚拖，还是喜欢穿有设计过的鞋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得出了一个心得，我说台北的天气会惩罚每一个拥有精品皮质靴的女人。But 如果你穿的这双靴子，你就不用担心下雨天遇到那些小水花。接下来这双对我来讲光环就非常的重，因为我最喜欢的女性主持人，甚至是影响我大学时期专业选择的，被誉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欧普拉，前一阵子在节目上就穿了它。有个词大家肯定都听过嘛，叫欧普拉效应，就是指欧普拉她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具影响力，随便什么东西只要上她的节目或者被她推荐一下，就会成为一股风潮。我就试问在娱乐圈工作的各位，哪一个人不希望拥有这样子的影响力啊？她本人呢就曾经非常公开的表示过，自己选鞋子就要又好看又舒适，基本上就是给她身上那些单品背书了。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决定跟风一波。事实上我穿上脚之后，证明我这次跟风完全没有错。这双靴子的名字呢叫 Regina Pro， 然后它整一个设计的
的亮点和我刚刚分享的那双 Urban Boots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也是用这种针织的鞋面，然后这个针织鞋面呢一样是防泼水的，鞋头是方形的，是非常有气质的一个设定，而且它一样可以加购这样子的一个靴筒来做一个搭配，看起来呢就是秋冬的时候你穿起来会觉得职场有影响力的那种女生，上面可以搭配一些比较利落感觉的一些职场的套装。我也有非常多这样子形状的靴子，这样子的靴子靴筒这边你一定要有一个拉链去拉开，这样子你才可以保证穿起来的时候它是裹在脚上的。但是大家看啊，这双靴子其实它是没有拉链的一个设计，那它怎么可以保证它是好穿脱呢？首先它一样，它后面也是这样硬硬的，所以你脚穿下去的时候呢，就可以顺顺的就溜进去。然后它这个靴口这边，我给你们看哦，它可以整个拉到这么大，所以不管你的脚背有多高，像我一样高，一样也可以很顺利的塞进去。我之前有买过一双鞋子，我在挑的时候鞋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到我脚上的时候，因为我的脚背实在太高了，我就发现我在穿的时候会塞不进去，但这一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它是带一点小跟的，目测的话大概5公分左右，5.5公分，我量过了。我平时在生活中不是那种非常爱穿高跟鞋的人，因为我就是没有脚踝的人，比较平口的那种高跟鞋，脚跟会没有办法挂住鞋跟那个地方。但是呢，这一双我就发现在我脚上的时候，它既可以有一个小高跟的感觉，而且穿在脚上又是可以符合我的脚型，走路也是很舒适的。因为你们看啊，它的整一个鞋跟就不是那种传统的方形的跟，就那种直上直下的立方体，它呢是下面比较宽，会比一般的那种方形的鞋跟更宽，但是呢，它上面又做的比较窄，就有一点点像那种建筑师画出来的建筑立面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接触地面的这一块非常的宽，走起路来呢就会比较稳，就不容易拐到脚。然后呢，上面做一个收口，你视觉上看起来呢又会比较秀气的感觉。这双靴子因为它带了跟嘛，所以你穿着的时候呢，会让整一个身材的比例更加的修长。我这种普通身材就很难不爱这样子的靴子。像这一套 look 呢，上半身我是用 cashmere 的短袖针织，然后下面去搭配这样子高腰直筒的牛仔裤，可以盖住鞋跟，然后偷偷拉长腿部的比例。而且这一双 Regina Pro 呢，它比起一般的高跟鞋来讲会更有舒适感，整体看起来是气质姐姐的感觉。在材质上呢，上半身的灰色针织是 cashmere 的非常柔软的面料，然后下半身的牛仔布呢又是那种挺阔的布料，鞋跟呢又是几何切面，这些材质的对比会更加增加穿搭的层次。加上在2025年呢 Grey Tone 回潮，所以呢我在上半身整一个都是用灰色去呈现的。耳朵的部分呢，我也加了一对灰色的珍珠耳环去做点缀，所以呢，即便是在简单日常的生活穿搭，也有低调的精致感。如果想要更 lady 一点的感觉呢，可以把下半身换成这样子 H-line 的长裙，这条裙子的面料非常的挺阔，所以不会贴身，看起来有赘肉。今年2025年秋冬这样子的长裙依然非常的流行，特别是这样子结构化的设计，方便通勤又有气场。我选的这双 Regina Pro 的配色呢，靴口这边是有一圈奶茶色的边，所以比起整一个都是黑色的呢，看起来会更加活泼跳跃一点。而且这一圈边边在裙子下面若隐若现的，你的眼睛呢就会不自觉的去注意一下它这个非常有设计感的鞋跟。这个 look 我愿意称之为结构感和柔软度并存的现代通勤女的必选。它的这个靴筒呢，比起刚刚的 Urban Boots 的那个羊毛靴筒来讲，是比较宽宽的。我刚刚收起来的时候，它是这样扁扁的、平平的一个，然后如果你穿到腿上之后呢，就是一个比较直上直下的一个感觉。今年有非常多精品的靴子有出了这样子的像裤子一样的一个靴筒的感觉，这种完全就是可酷可辣妹，辣妹的部分就交给大家去尝试了。我的这个搭配呢是比较日常风格的，整一身的色调呢，我选的是今年比较流行的摩卡色为基础，然后下半身跟着 Regina Pro 我选的是黑色调的，再加上伯爵奶茶色的外套，穿在身上，秋天就在我身上。接下来这一双超级大新款，热腾腾的。据说啊，比巴亚跟我说的，我是台湾第一个拿到这双鞋子的 YouTuber。如果大家有看到别人比我更早拿到，那就是他们骗我。有可能是你太晚拍，也是有可能。毕竟我太龟毛，剪片真的很慢，所以大家看到的时候，我不是很确定我是不是第一个。但是反正此刻现在 right now， 我就是最早拥有它的人。这一双可爱的小小运动鞋的名字呢，它叫 Yancy。从这个鞋型来看，我真的不知道它撞了多少
少大牌的精品鞋。给大家看一下对比图，这一双是 Prada， 这一双是 Vivaia， 这一双是 LV， 这一双是 Vivaia， 左边和右边中间价差6倍，大家说这一双是不是小资搭配造型的必选之款？所以我当时在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眼就看中它，别的我都没有选，我就说这双我肯定要。跟你分享一个消息，请说。刚刚 Bella Hadid 也穿了这双鞋，这是刚刚新闻上的照片。哎，真的哎，我就说吧，我的眼光肯定不会错。它这样搭配也是蛮好看的，超辣。我希望我自己有一天也是有这样子的身材，真好看。好了，虽然身材不一样，但是眼光很类似，所以证明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身材，如果你想要尝试这样的薄底鞋，这双鞋都可以入选到大家的备选清单里面。而且你知道吗？这一双 Yancy Vivaia 非常有自信的跟我讲说，肯定比 Prada 还有 LV 的同类型的鞋子穿起来要舒服。当然这一季我是没有买这2双精品的薄底鞋，如果大家有买的话，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一下穿着的感受。这个 Yancy 呢，目前上架的有4个颜色，我觉得每个颜色都蛮好看的，而且都踩在流行的点上。但是我选的呢，还是比较符合我衣柜里面大部分衣服可以穿搭的这个灰色加上白色的这个配色。它和我之前分享的那一双芭蕾鞋一样，也是配了2种鞋带，一种呢就是这样子正常的有弹力的鞋带，比较运动的感觉，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这样子蕾丝的一个鞋带。我平时穿搭的话，更多的是用这个弹力的正常的鞋带。像这一身搭配，我搭的是一个奶茶色的西装，加上一个白色的短裤，去营造一种简洁干练的氛围感。然后整身的颜色呢都是低饱和的中性色，就是我刚刚和大家分享过永远流行的劲奢风的配色。下半身呢我没有配那种很正式的长裤，而是用这样子的短裤和这双 Yancy 去中和西装带来的正式的感觉。那放假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个鞋带换成这样子的蕾丝的鞋带，不管是搭配洋装也好，还是小短裙也好，都非常的合适，就是更加有少女心一点的感觉。一双鞋子呢就可以穿出2种心情。目前我分享的这3双鞋子都让我觉得又好看又好玩，真的好有趣。我记得5月的时候和大家分享 Vivaia 他们春夏的鞋款的时候，就一直在折他们的鞋子嘛，然后大家看了都说好疗愈，看起来好爽。其实他们家薄底的鞋款大部分都是这么的柔软，这双应该也是吧？来看一下。而且这一双鞋子它非常的轻便，拎在手里这个重量我都觉得可以忽略不计。我2只鞋子加起来，我感觉这个重量就跟我1只 iPhone 差不多。所以呢，除了日常会穿着之外，这双鞋子呢，我也把它收在了我接下来要出国去旅行的行李箱里面，因为它收的时候可以直接这样子压平，就完全不会占空间。再加上它的鞋面呢是这样子的尼龙布，穿起来的贴合感很好，走路起来就是那种无敌好走的感觉。我是打算接下来穿这双鞋子出去玩的时候就日走1万步。上一次和大家分享芭蕾舞鞋的时候，就有观众问我说自己的身材是比较丰满的那一种，腿呢不会是那种很细。确实这一类的薄底鞋虽然这2年非常非常流行，可是我个人认为它对身材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当然你的腿越细越长，身材比例越好，穿这样的薄底鞋呢就会越好看。其实像我的身材就会属于腿上有点肉肉的，然后我的头呢又特别的大，这样子的薄底鞋在穿着的时候，就你乍一看就会觉得说我的头好像更大了，就有一种头重脚轻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和我一样，如果头比较大呢，在鞋码的选择上，我会建议大家选大1码。如果还是担心自己的身材有些丰满的女生呢，比起这样子非常非常薄底，这个底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样子的鞋子来讲呢，可以更多的去考虑一下运动鞋的穿搭。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一双运动鞋，它叫 All Day， 这双呢就是属于我平时出门，不管是出去运动还是日常生活，不用动脑就可以一脚穿进去的鞋子。它的鞋底呢是这样子有花纹的一个橡胶底的设计，不但是踩在今年的流行的点上，而且从功能性来讲也非常的实用，因为它的防滑和抓地力做的都很好。像我去爬山的时候，那种有木栈道的那种山，不是真的那种很滑很滑的那种山，这双鞋子穿着的时候，它的舒适度也非常的好。那日常的话，我的搭配最多的就是拿它来搭牛仔裤，就像这一身，上半身呢我是穿白色的 T， 然后外套、包包还有 All Day 的球鞋都是黑色加白色，这些不用动太多的脑筋就可以做的搭配，而且非常的经典耐看。宽松的直筒牛仔裤，还有加上这个运动鞋，一起呢把西装外套的正式感就把它削弱了，整体看起来呢会比我本人更好相处一点点，更加的随和了。所以这个造型呢，大部分的场合你都可以穿着。这双 All Day 我觉得应该算是我最好穿脱的一双运动鞋，因为大部分的运动鞋呢都需要坐在那边，然后把手指插在里面，然后穿半天。我们家为此还买了一个
鞋拔子，超长鞋拔，这样子我们可以不用弯腰就可以有东西去拔我的鞋跟。但是这一双 All Day 呢，它就不用，因为它这边也是做硬的，做成那种一脚蹬的设计，所以平时我在穿的时候呢，这个鞋带我是不解开的，然后在穿的时候就直接脚把它蹬进去，我就可以出门了。穿脱的时候都不用弯腰，也不用用到手。它的整一个设计呢，它是这种网面的设计。上一次和大家分享的一双玛丽珍鞋，大家应该有记得，我把图片放在这边。这个网面跟那个网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所以我其实夏天就已经在穿着这双鞋子了。这样子设计的透气感非常的好。我夏天穿着的时候是没有穿袜子的，所以风吹过的时候，我的脚趾一样会吹到凉风。那秋天穿着的时候呢，就可以穿上一双袜子。这双鞋子黑色的本来就不太显脏，那如果脏了的话呢，这双鞋子和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那些鞋子一样，是可以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洗的，所以是属于既不费心又好穿的一双运动鞋啦。好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4双秋冬的新款，好看、好玩、舒适、百搭的鞋子，不知道有没有哪双特别击中你呢？如果今年你只想要投资少量但是高 CP 的鞋款，我相信这4双足够让你从周一穿到周日，从上班穿到放假，从晴天穿到小雨天。那我也把 Vivaia 长期可以用的折扣码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如果你刚好要入手哪一双的话，就记得去用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